大家好，我是微庄主。黄金再次创了新高。那么在3个月之前呢，大概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有聊过黄金创了新高之后，我们要不要追，能不能追的问题。那么呢，在3个月之后，在市场回调之后，黄金再次突破了这一个关键的阻力线，站上去，再次创新高。那么我们说呢，目前黄金再次创新高的市场背景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它这次创了新高之后，我们能不能追？今天我们就详细聊一聊这个东西。那么呢，还是老的习惯，如果在整个视频当中，你觉得哪一块内容对你有帮助，就请你随手给我点一个小心心，或者是点一个赞，这让我知道下次准备什么样的内容对你们来说更有用。那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内容。那我们今天会主要讲下面这几个，一个是黄金的投资逻辑到底是什么？那么黄金目前呢，这个行情背后的背景到底是产生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那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呢，黄金跟白银我们选哪一个比较好？也有读者问说，黄金跟黄金股票选哪一个比较好？那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内容之前，我们再把这幅图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希望我的读者在未来至少3到5年之内能够把这一幅图刻在脑袋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一幅图代表着市场大背景的变化。这个图是什么图？这个图是商品价格指数跟股市的一个比值比率，也就是我们老读者常说的套利 K 线。我们可以看到商品的周期非常明显的15年一轮周期，现在目前又到了一个极值。什么叫极值？这种地方就叫极值，是很低很低的地方。这种地方就代表着这个比率，如果历史是有效、历史可参考的话，当它均值回归的时候，商品就会大幅度的跑赢股市。这就是未来10年的财富密码。所以我希望我的读者在未来至少3到5年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行情启动的这至少前大半段，要能够理解市场的整体背景是什么样。我们把后面这一段数据放大来看。前面这个图呢是50年的图，从1970年开始。我们把后面这个打开，就最近20年的，我们会看到现在2020年的时候达到了一个极值，然后现在商品跑赢了一段，现在正在回调，那未来是这样子，是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个补充的数据，就是用道琼斯工业指数还是股票除以黄金。那现在呢，站在了一个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变盘点上，一个25年的技术形态三角形正在面临着突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密切观察，它是向上突破还是向下突破。如果向上突破说明什么？说明股市会跑赢黄金，对吧？如果向下突破呢，说明什么？说明黄金会很长一段时间跑赢股市。那我们正式来看一看黄金。我们说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总要知道我们投的是什么，对吧？比如说我们去投价值股，我们知道说，现在市场的价格是低于它本身真正的价值的。那如果说市场长期有效的话，均值回归的话，价格会向价值去靠拢，对吧？我们价值投资的就是你价格低于价值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投资逻辑。我们说我们去投资成长股的时候，它的净利润增速很快，我们投资的是它未来的成长性。那我们投资红利股票的时候，投的是什么？投的是它相对稳定的股息。那黄金呢？黄金投的是什么？我们在投资黄金的时候，一定得明白我们投黄金投的是什么。那今天呢，下面这段内容我们就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黄金这个东西我们到底投的是什么东西。黄金呢有3重属性，一个是金融属性，一个是货币属性，一个是商品属性。那我们说金融属性是什么呢？金融属性本质上就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什么意思？就是假如我们有钱，我们没有放在黄金当中，我们会放到债当中，对吧？假如说我们放到债当中，债的收益率在不断上升的话，那是不是债会更有吸引力？那么我们持有黄金的时候，是不是就放弃了债的收益率？所以说呢，本质上黄金的金融属性是指投资品种当中的机会成本。
那我们再分析黄金，你们在看所有的研报也好，还是在看新闻也好，最常提及的就是一个实际利率的问题。那实际利率呢，就是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对吧？通胀在往上走，它跑赢名义利率的时候，实际利率就会往下走。那实际利率再往下走的时候，我们说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降低了，黄金就会更具备吸引力。我们把这幅图打开看，这是在过去20年当中黄金跟实际利率的一个关系。我们在看很多研报的时候，他会讲说，基本上他给我们的数据都是在负0.8左右。什么意思？就是你实际利率每上升1，黄金就会下降0.8，反过来是一样，他们是反着走的哈。这一幅图呢是把实际利率反过来，这样会更容易让我们理解。这个数据反过来的时候，它走向就一样了，就不是反着的，这样更容易让我们观察。那我们看这线有啥区别？发生了什么变化？黄的线是黄金价格，黑色的线是实际利率，这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背离。以前都是这样顺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相关性负0.8嘛，那反过来就变成0.8了，到基本上的长期走势差不多的。可是这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背离。那如果我们再往下细一步去研究的话，我们就说我们研究一下黄金跟实际利率的一个相关性，我们会发现这个相关性并不稳定哦。如果我们滚动1年来研究这个相关性的话，我们会发现，有大部分的时候它确实是负的，看到吗？但是在历史上少部分的时候，它们两个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产生了背离。那么一般产生背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看前面，在历史上，我们看这是2000年当时产生的背离。一样的哈，我们看当时呢，反向实际利率往下，黄金再往上走的时候，大概是这样。你看哈，这往下，黄金再往上走，产生了背离，对吧？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往上，快速上行。这里也有产生背离哦，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往上，快速上行。本质上来说，什么叫背离？就是说，它按理说呢，应该是这样同向走的，但是它没有，它反着这样往上走。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我们想象一下哈，假如说一个河流在往前流，如果我们建一个水坝，不让它往前流，就按道理说呢，它应该是这里的走势应该是跟它同向的。可是我们不让它同向走哦，我们就在这里蓄这个水，做一个水库、水坝，把这个水不断的往里蓄。本来应该水是流出去的，是往下流的，可是我们不让它流，我们把它堵住。那我们会发现什么？一旦我们把这个闸打开的时候，这个水是倾泻而下，它速度更快，是它过去的积攒的这些能量，再加上它现有的能量一起往下倾泻，是吧？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在这种背离产生之后，黄金价格又再次的随着反向实际利率大幅度上行的一个很直观的理解。我们看这是2020年，我们再看前面1970年的时候也是这样，反向实际利率按理说应该跟黄金是同向的，对吧？它往下走，但是它反过来走，然后一旦实际利率反转，也就是水库打开的时候，黄金大幅度的快速上行。现在目前在哪里哈？这是现在的图。按理说呢，反向实际利率应该跟黄金是同向的，可是呢，黄金是横着走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上次一个视频讲到了2024年一个主要的投资逻辑线是什么？是美联储降息，对吧？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国际货币的一些变化会影响着整个的金融系统，它是一个底层逻辑哈。那么2024年如果要是降息的话，那就是反向的这个会怎么样？会往上走。你们记得刚才我们讲这个图吗？反向的这个，也就是水库的水一旦打开的时候，黄金会怎么走？所以这是黄金的一个金融属性，从金融属性去分析它未来的行情会是什么样子。持有黄金的本质就是它的机会成本，我们把这个机会成本想清楚之后，就能够明白未来黄金会怎么走。那我们再回去看刚才那个图，那么本质上在这种时候，
都是水库，我们建水坝在蓄水的时候。那我们理解了黄金的金融属性之后，我们再看货币。货币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哈，黄金呢是千年货币，白银也是千年货币。其实呢，我们现在目前用的是纸币，对吧？不管是美元、人民币还是什么币哈，我们用的是纸币。但是呢，其实黄金跟白银成为货币的时间，在我们人类历史上是更长的。我们整个人类历史有大半的时间，贯穿人类大半时间的货币其实是黄金跟白银。黄金跟白银它的本质天然的就是货币，为什么？因为它的储量有限，能够成为货币的一定是它具备价值的，它不能够随意的找到创造出来的，才能成为交换的介质。那么黄金跟白银天然是货币，那它用美元来代替，美元也是货币，但是美元是谁发行的？是美国政府发行的。那么美元代表的什么？美元代表的就是美国的信用，美国政府的信用。如果我们把美国政府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他的信用变化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他做生意更好了，他的收入更高了，是不是他信誉更好？假如你是一个向外贷款的人，你会更愿意贷给他，是吧？那如果美国的经济更好了的话，是不是美元信誉更好，是吧？好，那么如果美联储降息呢？本质上就是说再发放货币嘛。那你再发放货币，你需要更多的信用来支持这个货币，是不是？那你有没有更多的信用来支持呢？所以说呢，我们说发放货币的本质也是一个降低货币价值的一个本质嘛。那我们来看美元指数，这是美元指数。我们说黄金呢是用美元来代替标价的，那如果美元指数往上走的话，美元相对于黄金增值，那黄金就会往下走。那如果美元指数走弱的话，黄金就会更强势。那刚刚我们讲了2024年主要的投资逻辑是美联储的降息预期，一旦降息，货币发放量更大，美元指数应该是往下走才对。那当美元指数往下走的时候，黄金是往上走。这就是黄金的货币属性，就是它相对于其他的货币的一个信用度。那么我们知道了黄金的这两个属性，还有一个是商品属性。商品属性其实很好理解，它本质上就是把黄金当成一个东西嘛，包括首饰啊，包括通胀啊这些。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不想讲太多，但是对于商品属性，我想跟大家讲，我们要利用商品属性，不是要去用商品属性去分析黄金价格啊。分析黄金价格，我们一般是用这两个属性。这个属性很少用来分析黄金价格，它有影响，但是它很少。商品一般我们来理解的就是，其实本质上我们用黄金去抗通胀，什么意思哈？这幅图我们看，如果说整个商品市场在往上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成本是大幅度的提升的。当一个中产阶级他的收入只够加满油跟桌子上的食物的时候，我们想我们怎么来应对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变化，社会背景的变化，很高的通货膨胀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商品来抵抗商品往上走。我手里有商品，你往上涨，我有收入。所以这是普通老百姓、普通中产阶级对抗通货膨胀最好的一个办法。我们为什么投资黄金的3个属性就讲清楚了。那我们知道为什么来投资黄金了。那有朋友会问了，那黄金跟白银都是货币，对吧？刚刚我们讲了，黄金跟白银都是千年货币，都是贯穿着我们人类历史上很长的一个周期，它都是一个天然的货币。那黄金跟白银选哪个？这一幅图呢，老读者应该是不陌生。我们用黄金跟白银的比率来看，这个比率在整个历史上是稳定的，是有一个波动区间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在这个位置了。我们上次讲的时候还在这个位置，现在又回到这个位置了。我们讲说投资抓两头，抓住两头是最好做的。现在又到了一个极值，如果均值回归，就过去50年的历史是有效的，均值回归的话，往这里走的话，会怎么样？白银会大幅度的跑赢黄金。我们看一看啊，
白银现在目前是什么样子？现在目前是这样的一个走势，这一条长长的阻力线其实就是它最大的阻力了。它如果突破上去的话，可以讲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了。所以现在目前就卡在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白银整个的历史行情，仔细看一下，往后一点看整个这个宏观的图，过去60年的白银的一个价格，会发现一个什么东西？白银的价格波动非常大，而且白银的价格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上涨，几个月之内会暴涨。几个月之内的事情，就你可能等很久等很久都没什么行情，可是它一旦上涨的时候，你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几个月行情走完，非常快就3倍5倍上去了。所以白银这个东西其实它投资难度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为什么？因为普通人根本反应不过来，所以我们普通人投资白银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它这种时候就逐渐的往里走。普通人投资白银最好的方法就是抓两头，因为两头的概率才最高，才极高嘛。你在这个位置，你不知道它是往这儿走还是往这儿走，因为它可能波动。在这里长期的方向它应该是均值回归的，现在目前就站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可以讲说，其实整个历史上能够站在两头的机会是很少的。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在逐渐的关注黄金跟白银的投资机会。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白银这种如果你是技术分析，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上次挑战这个前期高点下来了嘛。如果这是一个杯形结构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底形结构。如果这是一个底形结构的话，白银的走势将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会非常非常的好。我们拭目以待，没有什么东西是100%的如果说黄金它往上走，同时呢白银还在跑赢黄金的话，那么白银的目前这个位置，我们这一辈人再碰到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所以我一直讲说，我觉得这一次白银的机会是一个 lifelong 的一个投资机会。但是其实呢，我想跟大家讲，并不是说我们看好白银，我们普通投资者就要满仓进去。首先呢，我们的基金产品，如果大家去关注中国的白银的基金的话，就它没有杠杆嘛，它的跟踪是有很大的损耗跟误差的。就是如果说白银是横着走的，它没有上涨只有白银基金的1年的损耗就达到10%，是很高的。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我倒认为普通投资者如果想要投资商品的话，黄金是更合适的，它波动更小，投资难度更少，而且我们国内的产品会更支持你去做投资。那如果国外的朋友能够找到就是国外的产品呢，跟踪白银的产品，它跟踪的效果非常好，那可以开始逐渐的关注白银了。那么还有朋友问，就是黄金跟黄金股票选哪一个？我们把这个中国 A 股的黄金的指数涨跌幅跟黄金股票的估值来做一个相关性的话，我们会发现很明显的一个线性。什么意思？就是黄金的股票走势其实跟估值周期是更相关的，而不是跟黄金周期当然黄金是有影响，但是对它影响更大的其实本质上还是 A 股的估值周期。那我们说，如果说黄金又是在一个底部，那估值周期也是在一个底部，那黄金股会有很不错的表现，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长期跟踪我的朋友肯定会了解，就是说我一般不会去做这种股票。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分析比较复杂，既要去考虑它的股性，又要去考虑它的商品属性，就比较难做。我一般更喜欢就是股票就是股票，商品就是商品，分开来去看可能会更容易一些。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大概就是讲到这里。那我再给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呢主要讲了4个东西一个是黄金的投资逻辑到底是什么，我们从黄金的金融属性、货币属性跟商品属性来分析。如果我们说从金融跟货币来看，我会非常看好黄金如果从商品属性来看的话，我认为黄金可以抵抗我们将来通货膨胀对我们生活带来的一定的影响。那目前黄金产生了什么不一样的背景？它跟实际利率背离了，就是那个水坝正在蓄水，正在产生。
好，我们等待着它开坝放水的那一天。那黄金跟白银选哪一个好呢？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看的话，白银目前是更好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它的波动性跟你的风险偏好，跟普通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如果考虑到白银目前国内的产品跟踪效果不好的话，我倒更认为普通投资者选黄金是更好的。黄金跟黄金股选哪一个更好？目前投资黄金股是可以的，因为整体 A 股的估值水平并不高。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不做黄金股，这种既有股性又有商品属性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会增加分析难度。一般我会选择投资商品，就是投资商品会更容易一些。那么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你帮我点一个小心心，那我们下一期见。